我操！注意看，猖狂的日本选手带着武士刀来滑挑衅，对着中国选手拔刀耀武扬威，叫嚣着只需要一刀就能终结中国选手。最终小伙擂台一记飞膝，直接干碎对手头盖骨，让他在擂台上睡起了大觉。而在这场比赛发酵之后，日本赛事方觉得丢人，当即召开发布会，表明自己派出了他们打中国人最狠的选手，要打的中国选手当场归西。这次我们将请出大日本最能打的格斗王者速论信治，打中国人绝对是他的强项，这次绝不给中国选手留活路。他们派出的选手名叫速论信治，他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，因为他出道12年从没有被 KO 过，打法极其的凶残，一旦被他的夺命重拳命中，对手就会立即在擂台上睡大觉。他对战中国选手时更是嚣张，不仅头戴高耀旗姿势挑衅，还违规打得中国小伙告别职业生涯。中国山东硬汉王赛请缨出战，他绝不容许日本人再滑耀武扬威。而这次速论信治还以为王赛很好欺负，顶牛挑衅不说，还扬言要打得王赛直接退役，狂，实在太狂了！看王赛不打得你满地找牙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红色短裤王赛，另一个则是嚣张的日本人。晋级 MMA 规则的比赛，红方选手是火麒麟王赛，蓝方选手速论信治。王赛在国内 MMA 选手当中啊，他算是非常知名的，而且他打的这个次中量级，这2年王赛也一直在升自己的级别，现在打80公斤。王赛呢有着散打的训练背景，后来转型 MMA。我不知道日本选手他的柔术底子怎么样，但是日本啊，他们在柔道跟柔术上应该是推。王赛的地面实力很强，现在王赛将对手控制在围绳边，腿上也在不断的尝试半摔对手。不过这个日本选手的实力确实很强，一直将防守做得很到位，王赛一时间也不能将对手按在地面上，双方就一直在这个把位上纠缠。对手在防止抱摔的过程中，也一直在寻找时机想反压制王赛。双方的下盘都保持得很稳健，一直都没有进入地面，只是在内围进行僵持。这个就很干脆的这个王赛拿到一个背部地面，好锤击。对手没有动作啊，一定要有动作的。对手如果在这个一个态势下没有动作的话，裁判是有权利去判负的。对啊，好，对手移动出来。中段扫贴。因为王赛过去啊在打散打的时候拿过山东省的冠军，对，所以他在战力上啊造诣还是颇深的。而且他在 MMA 当中比赛当中啊，王赛现在经常会用一些中段的这种。经过刚才的一轮交锋，双方对彼此的实力都有一定的了解。而现在日本选手在进攻的时候出拳也显得较为小心谨慎，他显得有些忌惮王赛的打击。王赛给人的压迫力还是很强的，这个日本选手的 MMA 技术也很强，不然也不会在日本称王称霸。来华的时候还各种骚操作不断，他显然是没将王赛放在眼里，但王赛也是抱着目的来的，他就想将对手直接终结。其他的有并不是这个 shoot boxing 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拼法的 shoot boxing，shooting 或者都是 MMA 比赛。对，他的 MMA 基础整个的就非常群众基础非常大。是的。我们再看战力上，王赛是一点不吃亏啊！刚才一个前手明显的击中，但是我很佩服日本选手这种抗击打，他们的这种毅力啊，确实是需要大家学习。是王赛刚刚是前后手接了一个中扫，王赛示意说击打我的后脑了。王赛突然的下前抱摔，这一次王赛成功将对手按在地面上，随即王赛就开始不断的转变身位，想将对手死死控制，并且找机会砸拳。而日本选手这时候像个待宰的羔羊一样，不断在下方进行挣扎，看王赛会如何应对。现在是侧面，地面袭击，砸击。对手这个移动很好，但是王赛这个转移很快，拿到背部，还有20秒。好，裸脚这手进去了，拿背啊！好，王赛又转移了动作，还是要做更多的拳法打击。对手也一直在换位置。对手这个对手的反应很快啊，怎么就忽然就这么起来了呢？我刚才那下没有看清楚，怎么突然就换出来了？第二回合开始了，王赛前面无疑有着很大的优势，所以现在他完全不惧日本人，就是放开了不断的逼近日本人。不管是从站立还是地面上来看，王赛都占据优势。现在日本选手也是很谨慎的脚步移动，他很担心王赛突然的下前抱摔，但是在站立上他也没有一点的优势。
这回合的就是依旧十分被动。王赛还有扫踢对手支撑腿的动作，全方位的碾压对手。看日本选手这回合会改变战术吗？然后迅速把把位松开，重新做把位，进入地面。好，地面看得出来这一下日本选手的摔法还是不错。是但是呢，在地面转换的时候啊，两人的王赛呢现在是控制住对方的一条腿。对，看看王赛能不能及时的把这个位置转换过来。好，王赛推身起来，顶击，又换了一个位置。手把手，双方现在还是在围绳边僵持。王赛整个人缠抱对手的腰部，想将对手按在地面上，在这个把位上也是比较影响选手的发挥。这时候日本人的下盘非常稳健，就是不想在地面上跟王赛厮杀。他在地面上不仅被压制的喘不上来气，还要防止王赛的砸拳，根本就不是对手，所以就执着的在这个把位上僵持。王赛也想直接将对手按在地面上，这时候就看谁的绝对力量更强悍了。但围绳也会影响王赛的进攻动作。一个小绊子，对，记住了。对。其实，在 MMA 这个比赛里面啊，这种小的这种摔法，又一个肘击，这种摔法还是用处很多的。是的，这个中国的教法呀，在1979年散打运动试点的时候啊，为什么当初总结了前腿摔这样一个技术放在散打规则里头，就是明显的觉得这个中国式摔跤啊有很取之不尽用之。最后回合的时间，王赛前面碾压对手，但碾压的同时也消耗了他很多的体能。现在最重要的关头，王赛千万要做好防守，毕竟体能上有所消耗，相对的防守上也很可能出现漏洞。双方现在还是相互的环圈，也都暂时没有进入地面的意思。看得出来日本选手也很着急，他想尽一切办法想在最后的时间占据优势，不过王赛不可能给他这样的机会。因为在 MMA 比赛当中啊，当体能出现问题的时候，超过了3分钟之后啊，体能会进入一个极限，对，会进入一个瓶颈阶段，这个瓶颈阶段很容易被降服，很容易被 KO。对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很多人说 MMA 运动很暴力，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现在第3局开始，双方已经有了几次的交换进攻这种，但是战力上我觉得还是王赛有一定的优势。但是王赛如果想快速的拿下来，还是两人在纠缠的过程中，王赛肘击砸开对手的控制，这一下差点将对方送走，对手只能紧急缠抱，不想让王赛接连不断的砸拳。现在日本选手就是在硬撑着，他根本就没有太多的进攻动作，现在不管是气势上还是点数上都被王赛碾压。他要想赢下比赛的话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终结王赛，但他完全就是有心无力，他不是王赛的对手。已经是给对手眼角打开那口子，王赛又是用肘击故技重施。这时候呢，这个日本选手交劲儿很好，王赛呢一时也很难摔倒对手。对，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双方没有明显的动作，这时候裁判是有权利分开重新来的。我们看到日本选手右眼已经肿起来，左眼眼角已经在流血了。王赛又打近身，肘击，又是肘击，连续的。这回合最后2分钟的时间，两人肉眼可见的体能下降严重，动作明显变慢很多。以现在的节奏打下去的话，王赛赢下比赛就是时间问题。现在只要做好防守，不给对手反击的机会。不过王赛还是掌控比赛主动权，主动的近身抱摔，让对手非常难受。还有肘击的动作。后的33秒钟，王赛能不能在时间结束之前能结束他呢？结束他的对手，来自日本的速轮幸志。又是一个后手。最后的10秒钟。好，两人在最后10秒钟拼了起来，拳腿都有。好，时间到了。最终双方打满全场，虽然没有终结，但比赛过程也非常精彩。王赛大比分优势获胜，狠狠打了日本人的脸。大家觉得王赛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
战局打得特别火爆，相对来说互相都没有找到对方的节奏。对，第3局后半段还稍好一些，就像两军对垒一样，你在3号高地，我在7号高地。对，前2局双方一直没有找到这个交火点。哎，我们看这个王赛的这个肘击啊，就是一个肘击，明显的